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师父好。药师佛呢，能够护佑众生哈。上一次直播我已经讲过了，他有12个大愿啊。他这12个大愿呢，就是围绕着我们人类这个生命哈，这个物种啊，那大概分4大类的各种的需求啊。从相貌啊、健康啊、财富啊、穿着呀，甚至是能够相貌堂堂啊，还有精神世界哈，充满着正念、正义哈、善良啊，所以多个方面还都是我们这个整个人生之中最重要的4大类问题啊。希望我们好啊，慈悲的药师佛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得到这些人世间的美好。所以有人就问说，这个佛如果说我在南半球，那我能不能得到佛的护佑啊？能。那我坐飞机的时候能不能得到护佑？能。我觉得是凡是任何一个时空之中哈，如果你心中有一份信的话，他都会保佑你，在任何一个时空之中都是可以的。那现实在我们的人类的生活之中呢，我们能不能找一些案例和故事啊，可以见识一下我们茫茫芸芸的众生呢，我们在生活之中得到保佑护佑的这样的案例啊，我们今天也找了几个呢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好的，师父。我想先跟师父和网友们分享一位来自印尼的叫 Grace 的这个小姑娘，她的分享：红宝石带来好姻缘。她说：“我来自印尼禅堂，我叫 Grace。那说真的呢，这3年来呀，我最大的烦恼啊就是爱情啊。”她说：“不是我不想找，而是我喜欢的人呢不喜欢我。可是呢，就是我喜欢的人不喜欢我，我不喜欢的人呢又看上我了，就好像老天爷不随人愿是这样子的哈。那身边的朋友呢都说我太挑剔，可是我也不想将就啊。那久而久之呢，我都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这辈子真的要单身了。到了2025年呢，我有幸去台湾参加了师父亲自教授的健身班。那时候呢，我在禅堂看到了一枚师父加持的红宝石戒指，真的好喜欢。师父以前说过，红宝石可以提升能量，也能帮女生增加好姻缘。我一听就心动了，我回去就跟妈妈讲，我真的好想要这枚戒指。妈妈也很支持我，她说今年你是本命年，戴上这个正好转运，增强魅力，说不定就能遇到好对象。那妈妈还提醒我，记得要用自己的钱去迎请哦。那用我的钱请，缘分就跑到我这里来了。妈妈这么说，那我就想，那我当然要自己买了。结果呢，我迎请了这枚红宝石戒指后很神奇。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整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了。大概就是1个多月之后，印尼禅堂正好举办法会。那天呢，我在药师佛的大唐卡前真诚的礼佛。我一转过身，就遇到了一位男士。结果后来呢，他呢就来请我帮他选择不同的法物。我们慢慢聊起来，越聊越投缘。法会结束后的1个月，我们俩就确定了男女关系，在一起了。现在我们很幸福。更有趣的是，我的阿姨也去参加了同一个健身班。她当时的时候没有请红宝石，结果听到我谈恋爱了，立刻就动了心。后来她也赶快请了一枚，没多久，真的，她也遇到了对象，现在2个人也在交往中。我们都笑着说，师父加持的红宝石不仅是法物，简直就是爱情加速器。那接着呢，我还想说说我爸爸的故事。我爸爸是做建筑材料买卖的，疫情那几年生意一落千丈，幸好有妈妈每天念佛，在菩提为他供灯，家里的情况还算过得去。有一次呢，爸爸在禅堂的法务区看到了一块玉璧，一见就很喜欢，爸爸就把它请了回来，每天都戴着。有一天呢，他忘了带，结果那天一单生意都没成交。
他就赶紧回去啊，把玉璧拿出来呀，就戴在了身上，然后还在手上转来转去的，对着玉璧说：“哎呀，请你保佑我今天有进账吧。”结果没一会儿，一个人就走进了店里，直接下单，都不带讲价的。后来才知道啊，对方是印尼的一位官员的助理，带来的呢是一个很大的项目，需要很多建筑材料。现在呀，他和爸爸2个人的合作还在继续，爸爸天天笑得合不拢嘴。更神奇的是啊，爸爸后来呀看到师傅加持的一枚绿松石戒指，他试戴了一下，结果取不下来了。哈哈，他说呀，这是佛菩萨在提醒他，这枚戒指就是你的。那他就把绿松石戒指迎请回去了。戴上这枚戒指没多久啊，爸爸就拿下了一个超大的工程项目——建水库。这可是能养家好几年的这样的大项目啊，让他信心倍增。从那以后啊，我家每个人都很信心满满的修行、念佛、做功德，真的是印证了师父说的那句话：当你的能量提升，宇宙就会为你安排最好的缘分。哇，这听起来真欢喜啊！是这个 Grace 小姑娘哈，对，她当时在班上都分享了哈，对那个喜悦的感觉哈，这个男生也是很帅气，是挺能干的小伙子啊，是我们真是为他高兴，为他高兴啊，对。他也是全家受益，你看他自己受益，爸爸也受益哈，对啊，都是请了师父的法物。是。那师父呀，那这个红宝石，就是我们加持的红宝石，它能带来什么样的哪些好处呢？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呢，这个红宝石哈，它是地球上很少见的这个颜色。你看它是大自然之中的一种石头，是不容易的。如果石头太软，没法做这个佩戴的首饰石头，对吧？所以它要够一定的硬度，它还不能有很强的放射性，对人体又不好。所以能够戴的这个红宝石啊，那么红红的，特别漂亮，在地球上本来就很少的，很罕见的。所以我们戴上它之后呢，所以你想嘛，像太阳的颜色、火的颜色，它有红色哈，所以这个红色呢，还有这个带有这个太阳的、像火的这个热烈的能量啊，就是按照中国阴阳学说的话呢，它就是阳性能量，这个红的哈，对，所以呢，其实无论男女戴上之后呢，都会增加了你的能量。当你能量强了之后呢，就会容光焕发，所以好运气就来了。并且呢，尤其是红宝石是女生如果戴的话呢，它真的会增加你的吸引力。吸引力，记住这个词哈，就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宝石对男生的吸引呢，还就是说让他就变得这个女生变得更加可爱了呢。反正从戴上那一天，就会有人觉得你很可爱。就是你的那个和你有缘分的这个男生呢，就可能容易特别靠近你，就有点像那个蜘蛛网哈。这个蜘蛛在中间一发射出这个能量去之后，其他的呢，就往它这个中间来走，就靠近它来了，并且其实如果在像咱们有个本命年的学说嘛哈，本命年的人哈，就通常可能会有灾难呐、血光之灾啊，所以戴上这个红宝石的这个首饰的话呢，就是如果就算是没有加持过的一个红宝石的话，它都会增强你的能量，或者是避免血光之灾。那如果加持过可能会更好，使能量变得更强哈。对，本来在比如说本命年有这个冲煞之气的哈，这个年份的话，有可能就是刷牙流了一点血色，或者手指头破了一点，这个血光之灾就算破解了。如果戴这个红宝石的这个首饰的话，对，就是能够避血光之灾，所以有很多好处。感恩师父开示。那师父也想请问，我们2025快到年底了嘛？那明年2026年呢，就是除了就是本命年要戴红色之外呢，我们还有什么样的颜色是比较吉祥的？在2026年呢？2026年呢是马年哈。这个马年呢，像中国有个黄历的概念啊，就是一甲子，一甲子就是60年
哎，这个60年是这个太阳在宇宙之中运行了1/4的一个圆圈中1/4啊，所以它是一个很特殊的这样一个时间啊，这个时间段，哎，所以在这个60年，中国的纪年就是来重复一次，啊，就按照中国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纪年法哈，对，但是60年这一次之中有一个天象叫做赤马红羊年，所以呢，这个明年就是26年哈，就又到了一个60年一次的赤马红羊。赤是红色，属马的马年，啊，那么再隔上1年，马年之后是羊年，羊本身是阳性，啊，红色热烈火焰，对，所以这个明年这个26年到27年哈，就是火上加火，啊，这个火的能量极强，所以我呢想初步分析一下呢，就是我们大家呢带的这个宝贝或者衣服的颜色呢，更倾向于和火来平衡的颜色，那就是蓝、绿、黑。蓝、绿、黑。像蓝色的宝石有很多。是。对呀。你们俩能有多少印象啊？啊，你像我们的这个海蓝宝，对啊，就是蓝色的啊，还有东方蓝宝，东方蓝宝，对对对，还有绿松石，是，对，绿松石，绿松石也是蓝色的。还有吗？还有玉，玉也算，它偏一点白或者青白色哈，都叫做蓝绿色哈。对，还有一个蓝色的玛瑙，蓝色玛瑙，蓝绿髓啊，我觉得你真聪明哈。是说青金石，哦对，青金石，还有正宗蓝宝石啊，不都是蓝色吗？是，因为太贵就没敢想哈啊，对对对，它都是蓝色哈，对对，所以这个从宝石方面，这个蓝色的也算不少哈，对，青金石、绿松石、托帕石，哎，这个海蓝宝，这些都是蓝绿色的哈，对。那像衣服的话也一样，就是你在遇上这样的年头哈，几乎每一个属相的，像这种偏蓝绿啊，还有黑，其实人生离不开很多黑色的装饰物，尤其是衣服类的哈，比如你裤子是黑色，是吧？上衣是蓝色，这样搭配也挺好的。对，所以这个赤马红羊年呢，再用这个一个是宝石啊、衣服啊，它这个颜色来平衡一下这个火。那有人说，就像生意一样，火了不是更好吗？不行，大火会烧身的，也是毁灭哈。所以的话，它要恰到好处才是好。还有问题吗？对，师傅，那就是你像我们这个 Grace 的爸爸哈，他也是跟我们的法务很有缘啊。他一看师傅加持的玉璧就喜欢，结果请回去呢，就来了政府官员带来的大项目。对，然后看到这个绿松石的戒指，又特别喜欢，戴上去还摘不下来了。就是像这样子的，有没有什么说法？就是看见法务，怎么心生欢喜？这戒指我们也见过，有的师姐看到我们的手镯特别喜欢，戴上去，就是摘不下来，那就请回去。结果请回去了，带来了特别好的好运气。我们就是说从幸运角度哈，善念和幸运角度说的话，说你呢正好这个时候，到了一个首饰店或者到了咱们禅堂哈。有一个首饰你不一定戴在手上，比如说挂的牌子不可能摘不下来，对不对？但你就是特别喜欢，你到了别的地方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没有那种欢喜的感觉，可是这一次看见它就欢喜哈，戴上更喜欢，就是戴上它容光焕发，这个可能你的购买的心也比较强烈，这个时候就可能需要它了，因为来平衡带给你好运气的这种，就像一种吉祥的加持吧，其实每个人都需要的，尤其是人当面临着比如说考试啊，或者是需要去赚钱养家呀，你如果自己做生意，没人给你发工资啊，你投资出去买了很多的货就在那放着，每个月的什么人工、房租、投资成本就放在这儿，就把钱变成了货物，就扔在这儿等，
就是可是怎么等，就是客人就不来，不急死你吗？就是你的货就是没有任何价值。在马来西亚呢，有一次我路过去吃饭啊，路过一个珠宝店，他们在门口拿着那个推销卷子来介绍你。我刚吃饱了没事儿，就是说好吧，你给我介绍一下，来看看你有没有喜欢的，我就想学习一下，然后我就每一个我都问这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啊？他说我们这最贵的，就那个黄色的钻石啊，像那个玉米粒儿那么大啊，然后我都问了好几十万，这个马币哈，就是至少好几万美金啊，挺贵的。我说咋这么贵呀？哎，说着。那个小伙子说：“哎，我怎么又听声音越看你越那么熟悉呢？你是不是那个金？我说金菩提啊。那哎呀，对了，哎呀，他就想起来，他说几年前哈，这个小伙子当时啊，他有点忧郁了。大学毕业之后哈，他妈去世了，完了之后一打击之后就窝在家里不出门了，啊，就想不开。”他总感觉到这个人生活着没意义，早晚都是死，我还不如早死了算了，就想自杀跳楼啊！哎，在那个时候，他姨给他介绍说：“你上来看看这个，就听我的那些开示内容哈。”哎，他听了听，越听越欢喜，就出来找工作，就找到这个珠宝店了。这所以越说越投机啊！所以他就跟我说实话，我说小伙子，你这个肯定发了不少财。他说我工资确实不低，但是我们要的是业绩。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哈，战胜自己的那种自闭呀、内向哈。我要主动去工作，主动去销售。我们老板说了，你看着我们这些宝石哈，是吧？贵重吧？电影明星拍出来，家伙就觉得价值连城的感觉，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们这些石头卖不出去，它不叫宝石，就叫石头，1分钱不值。等把它卖了变成钱，它才有那种价值。我觉得有道理哈。哎，所以呢，他就拼命的推销哈，但是他是这么从商业来说是这样说哈，但是我觉得我真是感觉到这个时候他就说了之后，因为认识嘛，我就体会每一种宝石的那种能量的感觉确实不一样。哎，可是他们那个店那个红宝石比较低，哎，我在测试那个能量的时候啊，能量稍稍弱一点，哎，他那个金色的那个钻石呢，就能量比较强。但是能量这么强，如果你身体弱的话，你也不行啊。这个宝石能量很强哈，尤其是那种像放射性的光芒那么强的时候，那带他的这个人哈，能力也强。就像你骑了一匹烈马哈，而你能够驾驭这个烈马，是吧？他不会给你给扔到地上来哈，对，不能摔你，对不对？他要替你来服务效劳才行，对。所以这个能量还需要来匹配啊。所以呢，这个 Grace 这个爸爸呢，他这时候呢，他缺少的哈，其实这种有福气的这个能量，哎，有福气的能量。所以他一看到我们这个宝贝之后呢，一看就哇，心生欢喜啊，尤其是戒指一戴，哎，拔不下来了，但是很难拔。如果说实话，使劲拔也能拔出来，对不对？就是，但是他有一种欢喜的感觉，说，既然不太好拔，那可能就是我的了。但是他呢，其实心中是有所愿望的，他希望自己生意能好起来，对不对？全家人等着这个他的生意吃饭呢，对不对？所以我说自己做生意也不容易啊，哎，那你自己的去赚钱也养活全家不容易啊，哎，所以他就非常期盼的，哎，佛祖啊，上天呐，能多赐给他一些财富。所以当他这个能量用光了，我们还讲究一个叫做功德福德哈，就是所谓你有做了善业行为，哎，当你的善业行为福德耗尽之后，你的钱不会多余近1分的。比如说你这一生吧，能值1000万，价值1000万，就你的财富哈，可是你已经挣了1800万了，但是你这个时候才38岁，请问钱还会不会进来？不会的。接下来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的话，你接下来就开始倒霉，就是你挣了1800万，就是可能在2-3年呢，快速1年就可能又耗光了，就有各种各样的是非呀、撞车呀，或者是得病看病啊、做手术啊，或者被人骗走啊，
都是可能会发生的。所以他这个时候非常急需有这种功德福德的能量的加持，他才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收入。所以就他心理上有这个需求，所以看见这个宝贝心生欢喜，请了，巧合的是生意就找上门来了，前后2次是吧？哎，你看，就是这种感觉，大家听懂了哈？听懂了。感恩师父。对，虽然他也是他的一份发心，但是也是师父的大加持，佛菩萨的大加持哈，带给他更多的财富。是。好的，那师父，我们也给这个 Grace 还有他的爸爸还有妈妈都送一份礼物好吗？好。送咱们的到明年哈，吉祥的颜色哈，蓝色。这个你看这个很快就没有了，没多少件了哈，真的。这个是咱们订阅哈，咱们的频道订阅的这个1000万的时候的一个纪念版哈。对，你看这个很好，漂亮，没几件了哈，送给你哈。还有呢，这个八卦山，这个八卦天天走，活到99呀啊！你看后头呢，是个吉祥的八卦图，是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哈，你看了这都会算卦了。对，好，这个爸爸妈妈都有哈，还有 Grace 也有哈，太好了。好，祝福你们全家吉祥如意，生意兴隆。收到，感恩师父。好的，师父，接下来还想给您和网友带来另外一个护佑的故事，是来自于我们马来西亚蕉来禅堂的陈月美。好，他说：大家好，我2024年3月份的时候呢，我和我的朋友出国旅游，特意带上了菩提禅修的摇粒绒背心。旅游期间，几乎每一天我都穿着它来保暖。到了旅程的第3天晚上，在旅馆里，我睡到半夜要起来上厕所，怎知道我竟然无法动弹，无法起床，转身也不行，腰骨、背部都很痛，下半身很僵硬。当时心里很懊恼，很烦躁，头脑一片空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毕竟这是第一次发生在我身上。我尝试着按摩自己的全身，试了10几分钟，还是毫无改变，身体依然酸痛僵硬。赶紧就叫醒了我的朋友来帮我，但是朋友用尽各种方法都没有办法来舒缓我的不适。幸好这时候朋友突然灵机一动，想起了我每天穿的这个菩提小背心，他七手八脚的想帮我穿上，但我全身僵硬起不来，最后只能抱着那件小背心躺在床上。没想到过了区几秒钟之后，我竟然能感到我的身体开始舒畅，腰部和背部的疼痛也舒缓了，僵硬的腿部也渐渐地灵活了起来。太好了，我终于可以自如地起床了。从那天以后，我每天都要穿着菩提的小背心睡觉，穿着它，我的心里才比较踏实，比较安心。很庆幸的是，这状况再也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了。无比的感恩佛菩萨和师父的慈悲加持。对，这也是听着一个出门旅游哈，但是在第3天晚上睡觉，想要起来上厕所就起不来，就听的这个情况，然后师姐说她也是之前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对，那她听着感觉就是手能动，但身体都不能动，就这样是鬼压床吗，师父？这是比较厉害的鬼压床。反正叫我理解的话哈，这个他算很幸运了。如果说得不到解救的话呢哈，我们先说最轻的吧哈，最轻的可能10分钟、20分钟或者1小时之后，说不定就慢慢能动了。这是最幸运的。那么在接下来，如果是不幸的话呢哈，就可能一下就起不来了，或者等好不容易起来了，就像半身不遂一样，这个手脚身体都好像动的时候呢，就像僵化了一样，就硬化了，就从此之后就不方便了，行动就不方便，受障碍。再严重的一种呢，就不会动，
躺在床上，也可能很久之后就失去生命。最严重的就当天死亡。这好可怕。对，这就应该是猛鬼压床。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个所谓说的鬼压床哈，通常是你很疲劳之后，能量很弱的时候，出现那个鬼压床，你喊不了动不了，对吧？挣扎不了的这种，但是过一会儿呢还是能解开，你一下喘不上气来，一下就坐起来了憋着，但是还是醒过来，还没有死。但是也有很多人鬼压床之后心脏就不舒服，虽然是个梦哈，醒来之后心脏不舒服，那还是普通的。所以像师姐这个呢，这种是很厉害的猎鬼哈，猛鬼压床，所以会给你带来严重的伤害。幸亏他哈，我们不是给自己做广告哈，幸亏他有这个小背心儿，你看他清醒着也爬不起来。一般鬼压床是在梦中他是清醒的动不了了，但是嘴和眼珠能动，对吧？还能说话，就把我的红背心儿给我，但是他僵硬着没法穿。这僵硬着没法穿的感觉，就是人一旦去世了之后，有些挣扎中去世的去世之后这个身体是僵硬的，穿衣服根本穿不了，也是一个道理。要放3天之后才能穿。所以当你的身体一旦被僵硬之后你的穿衣服脱衣服是动不了的，这多艰难了。但是他抱上小背心之后，接下来多长时间？就几秒钟，他说就几秒钟，是对，就能动了。是那你说巧合的话也算哈，但是我觉得还是巧合。这个佛光普照对能把这个邪气给化解它。对，它有时候就像止痛药，如果说你哪都不痛，你吃半天还有副作用，对不对？说到底止不止痛呢？但是如果你真有牙痛、头痛、腰痛的话，一吃完之后说就不痛了，是吧？所以咱们这个法物来说，那你没有这些病，没有这些灾，或者也不知道有灾难的话，你穿上它，你也就是当个普通衣服穿，对不对？就是能遮体避寒而已，不知道它有辟邪的功能，是吧？所以师姐这个见证的话，我觉得可能不是巧合。是。就像我们上期直播其实也分享过另外一个马来西亚师姐的故事，他就跟着他另外一个朋友也是去那个旅游住旅馆嘛，然后那个朋友呢，他就晚上也是被鬼压床，然后在被压的那个喘不过气来非常痛苦的时候，就突然间看到我们师姐，就是他其实那时候也睡着嘛，他身上好像笼罩着一层光，然后呢，这位朋友就下意识的去抓住他的那个每天戴的那个念珠，对，他正好放在2个人的床头柜上了，是然后抓住了之后，慢慢那个鬼压床的感觉就缓解了。对，是，你说的啥呀？就是我们菩提的法物包括这些衣服，它有师父佛菩萨的加持。就上一次那个见证嘛，对，是，那过后我在看大家留言之中还有人就是问呢，在给我留言的时候，他说这个那个人被鬼折磨那个人，怎么看到咱们那个师姐身上有一层光？是，有一层很神秘的话，上次我没有说我没想起来那我还告诉你呢，这就是当你真发心供养佛、供养菩萨、供养观世音菩萨、供养地藏王菩萨，你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护法神护佑着你，佛光照耀着你，邪气就不会上身。所以当你在某种状态下的时候，是能看到这种光，看到这种神奇的，是这样的。感恩师父，感恩师父。那这是出门在外还是随身要带着我们菩提的宝贝，然后穿着师父加持的这些衣服，它能够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护佑我们吉祥平安。是的，好，那师父我们也来送这位陈师姐，我们给她送一个礼物好吗？好的好的。八卦天天走，活到99收到。祝这个陈师姐呢
能够健康长寿，吉祥如意，笑口常开。收到，感恩师父。好啊，那我在这里呢，也想简单的跟网友们再一次讲一下哈，我们这个药师佛圣诞的这个季节哈，这么殊胜的季节里，非常感恩师父哈，也是为了让所有有需要的朋友都能够有缘迎请到我们菩提加持的这些衣服哈，所以在慈悲音网站呢，还有菩提学院网上，我们的衣服都有非常好的优惠和折扣啊。对，从8折的到7折、6折、5折，甚至有的是4折呀啊！就是希望有缘的朋友能够请回去，能够护佑你平安吉祥，带给你一份能量的加持和吉祥的好运。对，你看我们这些不同的图卡哈，在不同的这个场合，工作呀、休闲呐、出去约会啊、谈朋友啊、旅游啊，都是可以穿的，而且非常的亮丽啊，质量啊各方面啊都很舒服。重要的就是还有师父的加持，对，护佑我们时时都平安。对，那我们这个优惠也是有限时的，对吧？对，就是在这个药师季期间。对，给大家优惠，10月26号到12月25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这个也是在限量限时的这个时间内抓紧机会了。好，咱们再听一听分享哈。好的，我觉得对这个大家的见证故事哈，就特别有兴趣。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是，好，接下来来自北美纽约的Ashley， 他说感恩师父救了我一命。他说：“尊贵的师父您好，我叫艾什莉，来自纽约禅堂。2年前呢，也就是2023年，那个时候啊，我经常生病，所以呢，家人担心，女儿呢就找了一位熟识的这个老道士给我算了一下命。结果这个一算呢，道士说我啊，到55岁到56岁之间呢，他就算不下去了啊，说会有血光之灾。那我本人呢是1970年9月出生的。”到今年2025年刚好是55岁，就在今年的9月份，我生日刚过没多久，我就不小心摔了一跤，扭到了腰。从那之后呢，我总觉得自己好像容易遇上一些小意外，心里啊隐隐的有一种不安的预感。那10月11号的那天，我早上去上班，平时啊我上班都会穿工作服。可是那天上班，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下意识的我就穿上了菩提的红色药师佛 T 恤，外加摇粒绒外套，还戴上了我最喜爱的菩提法物手串和天珠。我呢，像往常一样走在熟悉的路去搭公车，正准备穿过红绿灯的时候，一辆车子突然从右侧疾驰而过，我还来不及反应，就被直接撞飞了，瞬间失去了意识。等我稍微有点清醒的时候，我就赶紧打电话告诉了女儿。刚说完几句话，我的意识又再次陷入一片空白。那我再度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脑海里涌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呼唤师父，请师父帮帮我。幸运的是，就在事发现场的附近，有一位在临近医院工作的医生，恰巧目睹了这一幕。他立刻上前查看情况，并且迅速联系医院安排急救。我被送进医院后，医生为我做了 X 光检查，初步诊断显示我有3到5根肋骨骨折，情况相当严重，很可能需要动手术治疗。我就赶紧让女儿电话禅堂为我点灯消灾，祈请师父加持我能早日康复。我供了49天的祈福灯。没想到奇迹很快就发生了。供灯之后，我明显感觉到身体的疼痛减轻了许多，原本受伤的几个部位也不像之前那样难受了。那医生原先判断我的肋骨有3到5根骨折，极可能需要开刀治疗的。可是再一次做 X 光扫描的时候，医生惊讶地告诉我，肋骨并没有断，只是出现了一点裂痕，不需要手术，可以自行慢慢康复。我和家人听了都很开心，非常感恩师父和佛菩萨给予的加持。在这期间呢，医生呢原本也建议我转到疗养院，大概住1个月，然后慢慢的康复。可是令人意外的是，我在那几天恢复得非常好，医生评估以后决定我就可以直接回家休养了。
结果这一次事故，原本以为要开刀卧床至少2个月，结果仅仅10天我就顺利出院，还能自己慢慢走动，几乎都感觉不到疼痛。从那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到如今能够平安回家，我们全家都无比的感恩。回想2年前，曾经有一位道士替我算命，他说呀，我在55岁到56岁之间算不下去了，暗示那可能是我的寿限。到如今经历这场生死劫难，我能平安度过，我深深的明白，这一切都是师父和佛菩萨的加持和护佑。经历了这一难，我更珍惜遇见师父，遇见菩提。希望我康复后能够尽早回到禅堂，回到服务的岗位，去报答佛菩萨，报答师父。感恩师父。很幸运的。他这个效果也很神奇哦。是。对，他本来医生他出了那个严重的意外，本来医生就看到他肋骨，就照到肋骨有3到5处断了嘛。对呀。然后结果供灯之后，他再照就变成就微微的骨裂，就是微微的裂痕，本来是肯定是要做手术，严重骨折的。对啊，这太神奇了，师父。不可思议啊，是不可思议。可能就是佛菩萨护佑呢，就让他其实给他快速康复。是，对，你像有些那个癌症的是吧，很严重的，又发心又做善事的，我们也给他加持。那去查的时候没有癌症了，是吧？你记得前一个班吗？对，记得，在新北禅堂那个，就是印尼的那个牙龈那个癌症是吧？对，等回去要做手术，说之前说再检查一下，没了。对，那医生简直是惊掉了下巴，这不可思议。是2个大医院给他检查出都是确认是癌症。哎呀，结果就是他就是连续供灯，供了7盏49天的大灯。对啊。然后他姐姐也是很诚心的在我们菩提为他念佛。是啊，咱们纽约这师姐呢也是很幸运，很幸运呢。对，你看这个。他这个本来很严重的，这感觉就是要夺命的啊，2次昏死哈，是，对，就是来夺命来啊，可是没有夺了命哈，但是这个灾难是发生了，但他其实他里面讲了一个细节，他说自从一供灯之后，他那个疼痛感马上就减轻了，是，你想本来骨裂骨折那得多疼啊，他一下子就减轻了，最后就像师父说的，佛光又帮他加持恢复，结果连手术都不用做，真的是大事化小啊，真的是化小了，应该是，是。那他这个师姐也是挺有趣的哈，他那个平时他工作他都是穿工作服嘛哈，那一天呢他就是有个预感。他其实还是蛮新的，来了禅堂1年左右哈，也有来做义工，但他那天就有预感说，我要穿上菩提的药师佛红色 T 恤去上班全套的打扮哈，对，带有菩提法物，对咱们天珠，对，他也带着，都带着，结果就被撞了对，就带上那天反而被撞了，对，但是还是大事化小，他要是没带呢，对，那就不知道了，就很对呀，就叫那个道士就觉得怎么样，就说准了吧，是，对，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人还是在大的事情发生之前，他还是有预感的哈，师父他就会这个师姐的这个灵感还挺好，毕竟是他的生死问题当然也有对自己生死的灵感啊，对，何况他也来到禅堂已经在修行了，在供灯啊，为自己祈福啊，那你想比如说这个道士姓王道士给他算完之后，他心里怕不怕呀？怕，叫谁都怕呀。对，要不会给自己点个保命灯、长寿灯、延寿灯啊？是，对呀。等他做过这些事之后，佛菩萨就开始护佑他了。那一天就会在他脑子里说，穿上这个衣服，带上那个珠子，是他自己，那个声音就变成他自己的意念了。对呀，就保佑了他。对吧？还有佛无处不在啊，对，保佑他。那但是也会有朋友们就是说了，听我们讲到这儿说，那要么就是说干脆就不发生这个事儿，不就保佑的更好吗？如果不发生这个事儿，你怎么知道自己被保佑了呢？就是，
你觉得说那个算命先生根本胡说八道，算的不准啊，是个吃白饭的，根本算不准，对不对？但是我经历过很多位讲到自己被算命的哈，算到一个时间发生就是大的天灾人祸的时候呢，往往这个事必然会发生。但是如果说有神佛的护佑的话呢，他是把这个灾难是降级，就是大的变成小的，小的变成几乎感觉不到的。但是这件事情要呈现，比如说如果你的功德做得更好，是吧？你的福德还够的话，但是原有你的命相之中，就这一次灾难就一次就被撞死。但是你后来做的功德大，对不对？好了，那你功德大之后，这个车来了，邦就撞到你的手臂上来了，手臂痛了一下，或者划破了一个皮外伤，但是全身从当场和未来都没有因为车祸而导致任何疾病，对吧？这也叫发生了车祸，其实可以忽略不计的车祸，对不对？哎，那还有呢，就是之前我所知道的，中国山东一个姑娘，她家那女儿大高个儿，山东人个高嘛哈，对，那在那个时候90几年的时候，她带她那个孩子，那时候还小，哎，那小孩很小，7、8岁的那个，就应该是7、8岁的那个样子，哎，然后给他加持啊，看这个小孩怎么样？我说他需要被祝福。我记得我还有点印象啊，他2口子带这个孩子，小女孩穿个白裙子，我一看这个像身上的光，我说这一定要祝福你们将来给他做功德。哎，他也不太懂啊。后来我就出国了，他有没有再跟着学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有同修就前几年吧，给我传达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就他这个如花似玉的女儿长大了嘛，这个很漂亮大姑娘，就可瘦高细长，是不是身材穿啥都好看？就是在穿过马路的时候，他看着两边没有车呀，穿过很正常，对不对？可是遇上一个神经病司机，不知道为啥哈，本来在马路那边掉头过来之后，就像没看见他一样，就当场把他压死。司机还回头看，还停了一下，觉得有点问题啊，好像啥都没看见，又开走了。可是这姑娘已经躺在地上，变成一具尸体了。那个还逃亡，那个司机哈，当然现在这个监控器比较厉害，就是司机找着了。司机说我不知道有压死人呢，就感觉确实车有感觉，但是我不知道，我还回头看，哪有人呢？撞到东西了吗？实际上他开了跑了，最后警察他们就给我发了一段那个当时那个 CCTV 监控录像，说你看看，你就在那当场拐个弯来，就是不应该掉头的那个马路那个位置哈，掉头过来之后把人撞死了，你还不知道，还停下来看看这又走了，他就不知道撞死人了。那姑娘长得也瘦嘛，还是，其实他往回看的时候，这个他的车轱辘已经从他身上压过去了，就当场死亡。所以哎呀，这个说起来有点心痛哈。对，当这个命运之神安排的时候，这个真相很凄惨。因为我这么个角色身份，所以这种好与不好的生与死的这种讯息，每天我都会收到很多这样。因为台湾前2天一个同修的，他儿子的朋友的女朋友，这小男孩的朋友，就另外一个小男孩的女朋友，13楼跳楼自杀了。就是你都想不到，所以最后说这个小孩呢，说已经不惊讶了，他死了也不惊讶了，他已经至少7、8次就他说再见了，或者说永别了，就跳楼，有几次没跳成，几次给拦住了呀。这次哎呀，她这个男朋友正在外面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办事儿，又打一个说再见了，不要就挂电话，吓得赶快就往他家跑啊！等去了之后一看，地上一具尸体，哎呀，真是很恐怖哈！我们其实说着都不愿意说呀，太心痛了，令人。对，所以这个有些这个命理的这个事情哈，就是说你也不能完全说不信，你也不能完全信，是吧？所以这个挺挣扎的，也挺纠结的，
所以呢，在我们的总结这个经验来看呢，往往做功德呀、行善哈、做善事的这个人呢，他这个大灾呢化小的时候，说这个灾难这个现象会出现，但是灾难会变小。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纽约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幸运，但他已经这个就是真叫要命之灾变小灾，对吧？本来可能要做手术的都不用做了。啊，这个还真还挺好的。对，那就是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也不太想问呢，师父哈，因为这个道士算他是55到56岁嘛，哈，对他这一次确实是很幸运，你看就有预感穿上了我们的衣服，然后被护佑了，大事化小了，那他是不是这个生死难就过了呢？还是说？他其实还是要好好的努力，其实这1年这2年还是很危险的，要继续的为自己做大功德去延寿啊。我不知道哦，我没算出它来哦，对我没有算出来，所以不知道对，因为他也在纽约禅堂嘛哈，就他在那个区域住哈，所以他是有他修行做善事的机会。我就说佛说呢，若知来世果。现在做这事，若知前世因，现在受这事，就是你现在经历的这些好和不好的，是你过去的一些因果关系的一个呈现。但是如果未来是好是坏呢，是你现在做事的好坏来决定你的未来的。所以这个纽约这位师姐呢，我相信她应该会突破这个55、56这个大关，好吧？我们也会祝福他哈，好的，咱呢为他呢也点上7盏大灯，好吧？好的，师父，给他点上1年的灯，我们就希望他一定要至少突破60岁大关吧。哎呦，太好了，好吧？对，好吧。感恩师父。你给他供上灯之后拍照给他，好吧？好的，师父。咱要说话算数，好吧？好的，对，我们希望他一定要突破。希望所有菩提同修哈，如果你有所求的话，你就发信息给我们。我们还没有，我那个原来那个邮箱我也进不去了，我叫黑客给黑了，我也进不去了。对。有一天，这个网络公司给我发信息说，另外一个邮箱说你那个邮信太多，我给他回信说我也进不去了，他们说我们也没办法，所以我就进不去了。所以以后咱们再弄个邮箱，如果你有需要保佑的话呢，你就发信息给我，给我个小名都可以，好吧？好的。我呢就给你点灯啊、祈福啊，我抽空的时候就给你念佛哈，就希望大家都能得到延寿和保佑，好吧？太需要了，太感恩师父了。不客气。延寿是最难的。我们知道师父就是为广大的众生承受了很多。延寿当然难呐，是最难的了。天下无论房产多么贵，黄金多么贵，再贵也是由人觉得它贵。当我们没有生命了之后，一切都不贵了，就没了，是吧？所以最宝贵的是我们的生命啊！是，感恩师父。那我们艾什利也要好好的为自己持续的多做功德，好好的去禅堂服务大家哈，师父。希望是吧？对，也是报答这一份师父的恩德。别，报答别说这么多，别说这么多，就是让他自己去悟，好吧？好的，师父。这个我们也会帮他。这些老天哪天收走他，咱也不能决定啊，这个事儿，好吧？好。别再说了再说就走嘴了。好的，师父。那我们也送他一份礼物。好。好。先是呢，你呢要带一颗我们自己制作的八宝灵珠，这个穿上线戴在脖子上哈，辟邪护身的，对，辟邪的哈，再呢，就像你自己也在穿着我们的衣服哈，这一件降龙红色的降龙 T 恤衫哈，你看正面2个龙来了，它的反面呢也是五爪龙，也是腾飞的龙，五爪大金龙哈，对。要一冲上天的感觉哈，这个美好的气势哈，所以要突破所有的难关，能够护佑你呢，护佑所有穿这个衣服的人呢，能够正气存身，能量十足，运气最好，一切邪气不会来啊。收到，感恩师父。
那师父接下来还有一个故事想带给师父和网友们啊，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类别的一个忽悠哈，故事叫白马王子的陷阱啊。这位写故事的网友来自洛杉矶，名字叫 Emily 啊。那故事开始了啦，他说那天晚上洛杉矶格外的安静， Emily 靠在沙发上，手里捧着一杯热茶，电脑屏幕的蓝光映在她的脸上，显得有些疲惫。她的小孩早已入睡，她刚结束医院的大夜班，身体疲倦得几乎散了架，却一点睡意也没有。不知不觉 Emily 已经离婚3年了，一个人带大她7岁的儿子生活。她房子是租的，钱倒是不太缺，银行账户里还有50多万美元，是他多年在医院工作的积蓄。但这种看似安稳的日子，说不上好，就是太孤单了。就在那天晚上， Emily 收到了那条几乎改变她命运的讯息。那是一条社交媒体上的私信，说：嗨 Emily， 我看到了你关于医疗志愿的帖子，真的很令人感动。我是一名无国界医生的外科医师。这个发信息的人叫 James Carter， 头像上一个戴着口罩的男人，穿着手术服，看起来专业又沉稳。Emily 点开了他的社交媒体主页，有医院的照片，做手术的视频，还有他和非洲小孩的合照。这个人看起来正是他心里那种理想型男人，温柔，有责任感，又充满善意。Emily 礼貌地回了几句，没想到两人一聊就停不下来了。从那天起， Emily 和 James 每天都会聊天。James 说他在叙利亚的战地医院里工作，负责救治伤兵，有时会连线给他看营地的景象。画面里 James 穿着外科手术服，背景是医疗帐篷，灯光昏暗，看起来非常的真实。他很体贴，而且会倾听，总能说出让人感觉到心坎里的话。他对 Emily 说，像你这样温柔又独立的女人，在美国真的不多见。每当他说起这样的话， Emily 心里就泛起阵阵暖意。他们越聊越多，后来成了习惯，每天都会互道早安晚安。 James 总能说出 Emily 最需要听的话。当他抱怨说夜班太累了， James 就会说，你是天使，只是暂时披着人类的外衣。当他说一个人带孩子很辛苦，他就说，我希望有一天能帮你一起分担这些压力。 Emily 感觉她从未被这样理解过。前夫在婚姻后期变得很冷漠，连一句辛苦了都不曾说过，而这个素未谋面的男人却能在深夜的一句问候里让她泪湿眼眶。 James 还会经常聊起自己的生活，说自己在战地里受过伤，失去过同伴。他说，也许我们都受过伤，所以才懂得彼此。这句话也让 Emily 彻底的沦陷了。几个月后， James 就告诉他，他在海外的援助项目快要完成了，准备回美国开启新的生活。他对 Emily 说，我想开启新的生活，也想见见你。那一刻， Emily 的心跳加快，仿佛多年压抑的孤独终于找到了出口。 James 就像是老天专门给他安排的白马王子，完美的几乎不真实。而现在他竟然要从屏幕的那头走进他的生活，将要来到他的身边了。过了一阵子， James 说他在国外的医疗项目里有一笔25万美元的补助金还没有到账，需要先支付5000美元的律师费用才能顺利取出来。他对 Emily 说，我真的不想麻烦你，但我太想早点见到你了。 Emily 感觉有点犹豫，可对方看起来不像骗子啊，有医生的证件，还有医院的背景，还有那些手术的视频。
他甚至还在网上查了他提到的那家战地医院真的是存在的。于是 Emily 就毫无反顾地汇了$5000给 James。 他心里想着，我就当帮他一把，反正这点钱对我来说也不算太多。几天过后， James 就发来信息说，一切顺利，谢谢你亲爱的，还附上了律师的收据、签名、印章，一应俱全，看起来相当的正规。 Emily 彻底的放下心，甚至开始憧憬，也许他们很快就能见面了。结果啊，没过几天， James 又发来语音，这次语气里带来了疲惫。他说， Emily， 我有点麻烦啊，我在国外有套房子，本来打算卖掉拿些钱回美国，可是这个房子有点旧，那个房屋中介说如果不先翻新会很难卖出去，目前我自己实在周转不开。他接着补充说，如果能快点解决这个装修费，等房子卖掉，我马上就把钱还给你。我真的是不想麻烦你啊，但这是最快的方法了。这次 James 发来了房产证的复印件、装修的报价单，还有几张照片，看起来确实破破旧旧的房子。 Emily 心里打鼓，$5000还好说，这次他一开口是$10万的装修费啊。那就在他愁眉不展的时候， Emily 住在台湾的小姨突然就打电话来关心他的近况。 Emily 好像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就把整件事情告诉了小姨。小姨是金菩提宗师的弟子， Emily 之前听他说过在菩提禅修的神奇见证，家里人遇到难题的时候也总会找小姨来商量。当小姨听完 Emily 这样的叙述后，她眉头立刻皱了起来，说， Emily， 这事好像不太对劲啊，你先别急着去转钱给他。第二天，小姨马上就来到了禅堂，为 Emily 在药师佛前供灯，就是供上一个祈福灯，还帮她就求了一个药师灵签，祈求药师佛能指引 Emily。 结果抽到了是一个下签，签文的内容如下：眼前欢喜未为欢，危不危息安不安，割肉成疮因甚事，不如守旧得安全。小姨看完心里一凉，立刻就打电话给 Emily 说，你千万别给他转账啊，佛菩萨给的提示，这件事情很可能是个骗局，会让你受到伤害的。 Emily 听完手都在发抖，她看着手机里 James 发来的消息，心里乱成一团。那几个月的甜言蜜语仿佛还在耳边，但小姨的这个话就像当头棒喝，让她冷静下来。保险起见， Emily 决定去银行问一问。银行工作人员查了账户之后，表情立刻变了。他说，女士，这个账户有异常，我们怀疑对方是诈骗账户。今天反诈组正好在，我们可以帮你确认。半个小时后，反诈人员到了，他们查了 James 给的资料之后，一致判断这是个典型的国际恋爱诈骗。 Emily 整个人如五雷轰顶，都愣住了。警方后来还告诉他，他所谓每天聊天的那个 James Carter 根本不存在，照片和视频都是 AI 制作的。警方告诉他说，这些诈骗集团他会研究目标的职业来设计身份，如果你是护士，他们就会假扮成医生；如果你是设计师，他们就会假扮成那个艺术家。警方还告诉他说，你真的很幸运啊，这笔钱你要是真转出去了，就彻底没有了。 Emily 整个人就愣住了，脑子里只剩下那句曾经让她心动的，我的女王，我爱你。一切的温情竟然是个陷阱。 Emily 低下头，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回想起这几个月的甜言蜜语，所谓的律师费啊，房屋装修费，才明白自己差点陷入万劫不复的陷阱。那些甜蜜的回忆，这一刻全部都碎了。
但他也轻信，幸亏听了小姨的话，幸亏有了佛菩萨的提醒。后来小姨告诉他，那几天自己一直心神不宁，反复一直想到了 Emily。有一天晚上，小姨还做了个梦，梦见 Emily 从悬崖上坠落下来。惊醒之后，心里惶惶不安，所以才给 Emily 打了那通电话。Emily 听到之后感叹不已，若不是这份感应，自己很可能就陷入万劫不复。她心里默默的感恩，感恩药师佛，感恩尊贵的金菩提宗师。哇，这种事儿越来越多哈，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女人哈过不了这样的温柔关，是不好过，是吧？有时候遇上打劫的和这些人相比就是傻子。说这些人甜言蜜语哈。刚才我们正在讲的时候，现在就在网上就有网友就说了，师父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幸亏我的钱没出去，这个还算好的哈。是。还有人说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现在痛不欲生。哎呀。所以这个骗子用同样的套路哈，对，在各个国家，尤其是在北美地区啊、亚洲地区都挺严重的这个问题。是，我觉得现在其实事实上杀人犯不多，骗子多了。是而且一个集团一个集团的骗，对，他不是一两个骗子，一群一群的骗子。就一伙人在做这个事儿。对，集团式。对，我说这一伙不是一般的一伙，有的是由这一团伙达到上千人，是，而且他本身什么身份都有。对，他们好像是研究心理学的，你看，里头有心理学的人，还有曾经做过警察的，还有过银行职员、投资专家，说投资赚不了钱，咱就骗人，是吧？你看他们就合伙哈组成的这种诈骗集团。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很多人被他们骗的哈倾家荡产。太可恶了！你像我们回了加拿大之后哈，我们的手机的号没几个人知道，对，但是打来的全是诈骗电话。是，你之前的打法不一样，这2年在加拿大，只要一打你一接也没有真人给你打。比如说一看你的名字是华人的名字，他说领事馆通知你要干嘛干嘛。是。还有说律师行要通知你干嘛干嘛，还有再就是那个快递公司的，对，让你很多交一个什么很小的钱，就是几块钱，你的快递就能到，交个关税。是，完了你先告诉我你的身份证号，是，你看信用卡号，就是你的个人的讯息一透露，还有你的信用卡号，我们扣钱不多哈，一共扣5块钱，这算是一个关税。一般人就在北美过去治安比较好啊，就觉得好吧，我就告诉你，一告诉完了，你银行到底存了多少钱，可能一下就没了，就是这么严重。所以这个骗子也真是挺可恶的，也是真坏。以前我们说黄赌毒是这个不能沾的行业，现在这个诈骗这是新行业，但是是真缺德。对，这前2年我认识一个就加拿大的。他儿子还是律师，人家说那个脑子哈不骗人都可惜了，就脑子这么好用的人，他也一样中招上当，6万美金没了。律师也被骗了。这是律师的妈。律师的妈被骗了。他就说：“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中奖了，是吧？我中奖了，我告诉我儿子说，你如果现在你告诉你儿子，我们这边就下班了，你领不到这个奖金的20万奖金你就失去了，所以你赶快去汇款去。这6万块钱就汇了没了。等汇完了之后，最后才告诉儿子，儿子一查说根本就是诈骗集团。哎呀，对，搞得他灰头土脑。他还是比较有钱的，被诈6万不多。及时止损，就不要继续再被骗就好。因为他整天觉得他是智商第一，他们家都是博士啊，博士也上当，是不是？诈骗集团太狡猾。对，不是我们不聪明，是敌人太狡猾。确实是师傅想着各种各样的招数，都是套路，对，攻破你的内心最那个微弱的那个防线。尤其是像这种情感诈骗，真的是让你越陷越深。对，但是你看，像这个 Emily 就不断的得掏钱就骗了情还骗钱。是，
所以以后女人们恋爱就不要说你还爱不爱我之类的这废话，是不是？他说爱你的，说不定就是骗子。对，所以现在想想，其实吵吵闹闹的那个，不说那么好听的话，反而更真实一点。对，喝醉了酒回家睡觉的男人都是真的，这个踏实一些，对不对？哎，抽空你说我爱你，你一定要小心。对，不要追求这个了。对，别追求这个。这就像师傅以前我记着说是什么，魔鬼都是披着天使的外衣。对啊，当时我去那个美国赌城啊，那个酒店修的那个好啊，那大厅修的那个好啊，我还吃了人家免费的面条哈，哎，他做的也真好啊，但是里面装扮的这么多哈，就形成像黄金堆积起来的这样的美好的建筑和一流的服务，其实是让人倾家荡产的那个地狱啊。所以我的那感慨睡不着觉啊，这么一个太刺激我了。我说这个地方装修的这么好，这么华贵，不知花了多少亿装修的一个大赌场，对不对？哎，像天堂一般呐，那种华贵美好的感觉。但是这正是让人断送了一切的地狱啊。所以我说这个地狱假扮成天堂，魔鬼扮演成天使啊。哎，所以大家呢不是不求幸福哈，所以往往这个幸福来得太快了、太猛烈的时候，朋友们还是小心一点吧。是，我觉得上当，男女都上当。对，很多男的也傻不拉几的也上当。我认识一个男博士也上当了，为这个事差点自杀了就。好，咱们说点令人更痛苦的。令人更痛苦的就是我最近也看了一个 BBC 新闻上面哈，对，我就想着这是高智商的会不会也被骗呢？还真有，真有啊，听听看啊，他是一位叫伊扎贝尔，46岁的法国的这个电影制片人呐，这些人厉害，成功女性啊，对呀，啊，事业有成啊，然后这个一切生活都很顺利哈，对，那他决定拍一个这个纪录片，想记录一下网恋的这个真实情况。你说他选的这个题材多有趣，是，他就下载了网络上下载一个社交软件，然后在社交软件上呢，他就认识了一位让他心动的男人。对，他自己也开始恋爱起来。对呀，他一不小心，你看哈，他跟这个男人聊来聊去之后呢，就特别巧合，发现了很多巧合。这个男的他的狗啊和他养的狗品种一模一样，长得都差不多。然后这男人也有一个女儿，这个女的她是单身嘛哈，前夫走了，也有一个女儿，两个女儿的名字都很类似。这两个类似之后，第三个呢是什么？这个男的呀，他的名字呀和他前夫的这个女的前夫的名字是一模一样，而且都是中东血统，就是连这个人种和名字都是一样的。这位男士呢，他扮演的角色是一个洛杉矶的一个知名的外科医生。高学历哦。那这个法国这个制片人呢哈，他在网上还查了这个外科医生在网络上的这个公开视频哈，一看，哎呦，这个彬彬有礼呀哈，这个谈吐不凡呐，一看就是非常让他倾心倾动的这么一个人啊。然后两个人天天在网上聊来聊去，这女的就觉得说，这就是我的真爱，这一定是我命中注定的缘分，因为有这么多的巧合，两个人又聊得特别开心嘛。那直到有一天呢，这个男士呢就有了一个借口，就跟这个女的要借个钱，跟这个法国女导演哈说要借钱。这就让这个女制片人有一点开始有疑问了，然后他就开始就在那儿，他们在工作嘛哈，他就看着和这个医生的这个对话视频，旁边他的同事正好路过，同事也是做这个电影制片的，所以对这些视频是很有这个经历和这个有经验的。同事一过去就说：“哎呦，这个视频好像有点不正常。”就提醒了以后，这个女制片人呐，其实也是有经验。她再仔细一看，她发现了这是被 AI 深度造假的视频。是怎么一回事呢？就这个洛杉矶的医生啊，其实啊，跟他聊天的这个人呐，是一个诈骗人哈，欺骗的人，但是他用了这个洛杉矶实际有这么一个知名医生的脸和他的声音拼到他就是在说话的这个录像上。真是可怕哦！就是 AI 还有这样的技术，我是读了这个文章我才知道的。感谢高科技啊！这个太可怕了。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在说，我可以用 AI 的技术把我的脸和声音换成另外一个人的，让大家看到是另外一个人在说话。
这高科技协助骗子骗人呢。对，所以这法国女制片人发现之后也是心里很失望啊，很失望。但是她真的陷入了这样的情感。这个故事有趣之处，她还真的飞到洛杉矶，她要去见一眼这个大夫。这个大夫，这大夫说：“你不是第一个来找我的人。”就是她的形象已经被骗子用过很多次了。哎呀，这个女制片人和她友好的吃了一顿饭，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那大夫说。我看你也不错，但是我已经有爱人了，对，我也有自己的家庭。是，女士，你上当的不是第一个了哈，对，你已经是108个了。哎，哇，你说这多可怕！我不知道怎么说什么好了。怎么说呀，师傅？这现代的社会就是，所以这个法国女制片，就是说找到真爱了，找到真正的缘分是。他是这么觉得。咱就是真来的你跟前，说不定都是个骗子，对不对？是。过去行骗都是要真的靠近身体的接触，对不对？再加甜言蜜语，再加也有一套套路，是吧？比如说点着蜡烛喝咖啡啊啥的哈。玫瑰花。对，玫瑰花哈，是在秋千上把你扔出去，把你扔到花海里去。把你扔到小球球那个池子里去，听着就很浪漫，很浪漫哈，只要你的腰好使就行。但是这些都是虚的，现在连人都没有，对，就弄了个假的，所以这么多美好的，看似一个缘分了哈。你说你和她前男友、前丈夫一个名字，你有一个女儿，她也有一个女儿。你也有一个狗，他家也有个狗，甚至狗的品种很类似。是，我一看根本就是天作之合呀，是量身定做的。所以诈骗集团呢会量什么样的身呢？就是他在看你的个人的那个网络平台的时候来分析你的你到底是单身吗？年龄啊、职业呀、文化修养啊等等的之后，他再做了一套分析。说你现在缺的不是钱，你缺的是爱，并且还有点贪心，还有点无知，是不是啊？许娘多少岁了？许娘不是许娘，怎么咱们这儿没许娘是吧？就是尤其是中国人过去描述人，这个中年妇女都叫徐娘是吧？这么大岁数徐娘，还得非得找个真爱。什么叫20岁没找到真爱？你40岁找什么真爱呀？是不是啊？说这么多的巧合的话，往往，其实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上当啊。你说，你骗个人容易吗？很多人是不可能上这个当，对不对？他到底上的什么当？难道就几句甜言蜜语的说话，他就要上当？那上当的人也太多了。那仅仅是因为甜言蜜语吗？我觉得首先他们虚拟的骗人的这个人，就所谓的那个男人，网上给他说话那个男人，留言的男人，那上当的这个女人能够上当的原因，是因为那个人的背景是吧？比如说洛杉矶某医院的医生，对，某院长，某高级的军人，某律师，一般很少在网上骗人去因为他这法律的问题，他让你总觉得你是一个就身份地位很高、令人向往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你是有点年龄的黑马王子。黑马王子，这英国王子也当到70岁，他才当皇帝你是个老王子你是一个有身份的，至少你是有钱的如果我和你好了之后，我是人和财两收是，对不对？对，人才两收的事儿，那谁不干呢？是不是特别同意，就建议迎接这个爱情。对。但是迎接来都是灾难。对，对不对？如果说他不挑人的话，人家比如说他旁边那个给他搬家的搬运工，对不对？又高又壮，说话又粗鲁，就说 I love you, I love you， 你爱他吗？你会动心吗？不会。你说滚对不对？你不是我的菜。对，但是你的菜合了你的胃口，这个人都没有，但是你的钱没有了，人根本就不存在，对不对？真正拿钱的人不知道是一伙什么人，反正不是好人，对不对？
所以这种迟来的突然间发生的爱啊，还是要小心一点，好吧？所以这个大龄剩女、大龄剩哥们都要小心一点哈。对，你要贪情就落于情网，是不是啊？你就是情网啊。过去那老张唱首歌叫《情网》，对不对？张学友，情网是网啊，你被人一网打尽，你还怎么跑啊？对不对？结果呢，越陷越深，就成了炸鱼，是吧？你看，情网套住你这个鱼，把你油炸了。还是生鱼片对，你成为一个俘虏嘛，你成为一个贪婪爱情的俘虏，就是任人宰割哈，对，网啊，对，所以你要小心哈，真的，所以贪啥就因啥所上，是，所以人家说要人才有人才，你看这个身份，尤其是在偶尔露个脸说哇，还长得帅，还潇洒，还高收入，是吧？还有特别身份，一听这些晕了。对这正是咱找的绝对超级黑马王子，就说不定是那个沙特那个国王的私生子对，就有这种感觉。只要咱俩见了面之后，我就5辆跑车法拉利，是吧？是5种颜色任我挑对吧？一下就发财了，人才双丰收，开始幻想，都是在幻想这些，这都是不是贪心呢？是吧？贪心呢？让自己倾家荡产还让自己觉得这个人都不存在，还觉得自己失恋了，都莫名的失恋了，都不是给诗的恋，对不对？那我们这个 Emily 网友还是很幸运的，他还好，他那个小姨是菩提弟子，当时候他小姨就有感应，说 Emily 可能有出事了，就做了一个梦嘛，就梦见 Emily 从悬崖上掉下来，然后就给 Emily 联络了一下，你最近怎么样啊？然后 Emily 把这个整个原委告诉他之后，小姨为他供灯又抽签，才发现佛菩萨指引，这个事情不太对哦，然后 Emily 才去调查清楚，才还好，就是那个10万块就没有转出去，对，小损失了5000元而已，对，然后还有他的心了，当然，对，心破碎了一下，是，所以他虽然可怜，但也是幸运的是。他是幸运的，有多少人是不幸的？对，中这个圈套哎呀，可惨了。其实最近我们收到了很多封被诈骗、被忽悠的这种信对，哎呀，这个太惨了。所以现在这个网络诈骗就是尤其是骗钱这件事儿我觉得几乎是每个国家就是你这个国家这个网络一发达，网络与网络相关的诈骗就是应运而生，像细菌一样，几乎扑不灭的，一波一波的这种骗子太厉害了。哎呀，幸亏咱们这位他的姨对，在咱这修你看关键时候梦到他了，是，所以这个姨修行做功德第一个有灵感，那第二个呢，他修行之后他那种被这个护法神提醒了，可能是就会照顾这外甥女来了，就救了他。哎呀，真好，还是很幸运的，真的是师父了。不错。那师父，我们也送 Emily 还有她的小姨一份礼物，好吗？好的，好。好，送给小姨呢，咱这一个大青瓷葫芦宝瓶哎呀，到明年来你看。就是蓝绿黑对，这算是蓝的吧蓝绿是，这有点蓝绿色混合的这个大宝瓶就是我们定制的仿这个乾隆朝的那样的一个定制，非常的漂亮精工细做的。这个呢就送给这位小姨真是你救了你的外甥女呢，我们听着都开心呢是，对，而且你修的挺好的。送给这丫头呢一个八卦山好，希望呢能得到佛菩萨的护佑以后呢轻易不要动心恋爱的话，我觉得尽量还是现实版比较好。对，这种网络版的实在不靠谱，太不靠谱了就像一个网络文件说删啪就没了，连个泡都找不着对，那希望呢这小丫头呢能够将来找到一个真正的
爱你的伴侣哈。对对，找到一个很好的姻缘哈。也祝愿这位小姨呢健康长寿。收到。哎，佛光普照。收到，谢谢感恩师父。好，那师父，接下来我想再给师父带来一个来自台湾的这个莉莉师姐，她的故事叫灵谦的警示。她说：“师父好，我是来自嘉义禅堂的莉莉。那前阵子呢，我们去外展哈，我特别呢把我们禅堂的这个药师佛灵谦的签筒也带去了现场，让有缘人呢都能来抽签问事。没想到啊，反应特别的热烈，从早到晚啊都没有停过。那让我印象最深的呢，是那天来了4位年轻人。很奇妙的是，这4位年轻人他们互相都是不认识的，却都在差不多的时间来到了摊位，问的问题居然一模一样，就是我该不该去东南亚工作。结果更神奇的是，他们4个人抽到的签竟然都是同一支签，第30首下签。哎，这个下签的签文呢是这样讲的，他的这个菩提禅修的谏言呢是安分守己，保持理智，就是说解释呢就是劝你啊别再有其他的想法或者是希求，就好像鹤鸟被暗箭埋伏而受伤，或是想去砍柴却不知道毒蛇暗藏在杂草中，恐怕因此而遭到毒手，实在令人担忧。那我们这位莉莉师姐看了签文之后啊，就赶快给这4个年轻人说啊，这支签呢是劝你们不要去，前路险恶，不是一般的阻碍，是提醒有危险的，很可能被诈骗剥削，甚至受到伤害。机会呢好像是看起来不错，其实是陷阱，现在退一步才是真正的保命啊。我们莉莉师姐也是苦口婆心呐。那这4位年轻人刚开始听了也是半信半疑啊，还是会犹豫啊。可是这个时候呢，其中一个年轻人的电话响了，他接完电话脸色就变得很凝重了。他说呀，是我爸打来的，他朋友的儿子啊，去年去缅甸工作以后就失联了，最近才传消息回来，说是被困在了那里，要家里汇钱去赎人。那我爸就叫我千万不要去面试。那一刻呀，所有的这个年轻人听了之后都安静下来了。这个莉莉呢就提醒他们，最近新闻不是一直在报吗？那些高薪的海外工作看起来很诱人，很多都是骗局，去了护照都被扣，还可能被逼做非法的事情。这些年轻人仔细想了想，哎呦，这对方提出的条件确实是挺诱人的，月薪啊高得惊人，比国内同类的工作高出好几倍，还包吃住，还承诺帮忙签证和机票，看起来是零成本出国的。最后啊，他们再次看了看那支签，上面写着恐遭毒手，安分守己，保持理智。几个人当场就决定不去了。那天呐，莉莉特别感动，也更明白了一件事，一支菩提药师灵签不只能够安人心，更能够救人命。啊，我们菩提药师灵签真灵验啊，真灵验。哎呦，4位年轻人同时，这4个人互相不认识，问的问题一样，但抽的签一模一样。你说这么的巧合啊？真的，这签文就是这样，就是告诉他们说，这个是非常有危险的，千万不要去啊。其实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啊，就是受到这个就是东南亚这个高工资的这种诱惑，然后去到那些国家就被诈骗了。哎呀，真的是他都怎么诱惑他们呀？这些工作，哎呀，他们就是很多，其实因为年轻人找工作嘛，挺正常，他们就上那个找工作平台上去，招聘平台上去找工作，然后这一些就是诈骗的集团，他们都会这么样宣传，说哦，你来找我们这个工作哈，不需要任何经验。不用经验就可以来，不用任何经验，而且呢，那个工资比你在原本的国家可能高出2-3倍。比方说，你去做一个服务员啊，做一个客服啊，酒店服务生这样子，甚至每个月可以达到美金5000元这样子。这么高的工资啊，对。
然后呢，就是他们还会你要去申请啊，他的申请流程都特别正式。然后他还会给你做个网络上的面试，真的有一个面试官呢，给你问一些问题啊，怎么样的，然后告诉你，你被录取了。然后你被录取之后呢，他们又给你出那个机票钱，说你不用出机票钱，你直接就过来工作就好。然后飞过去之后就被带去另外一个地方。去哪里？这可能是一个诈骗园区这样子，然后逼你呢就是要去诈骗的更多人，或者是说把你扣住，像你的护照他们也收住，然后让你的家人要缴一些赎金去把你赎出来。真是太可怕了，现在越来越多听到很多身边这样子的案例啊。其实就是年轻人找工作也是无可厚非啊哈，年轻人都是，你看现在不管是在亚洲还是在北美，尤其是北美，找工作越来越难了。是啊，你不要说没经验了，有经验的都很难找到，而且像这个不要经验又给这么高薪水，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那这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可能就会很容易被吸引哈，师傅。包括有经验的也上当。知道为啥吗？为啥呀？钱多。他第一个是没有道德观念，觉得给钱咱就干。尤其是又不是直白杀人，对不对？他说这个不叫骗钱，这就是我们公司业务。他跟你这么说呢。对不对？是。还有的人是有道德观念的，对不对？良心受到一种谴责，说我不干，就是我已经到什么时候不干呢？去了之后，加入到所谓他要做业务的时候，一看，这不都是在骗人吗？对。所以有些有道德修养的说我不干。原来说的业务根本就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对呀。这骗人的时候不干，那你能走得了吗？走不了了。所以为什么现在就是像换肾比较方便呢？你在网上看看。中国话叫嘎腰子，是吧？是。你去了之后，多少人是吧？内脏叫人摘空了，对，是吧？我还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年轻女的，去某个国家旅游之后，就说去世了。去世之后，就在胸前一个割了个口子，法医检查心脏没了。天哪！对。现在你是换肾，洗肾不如换肾，对吧？换肾。那从哪来的肾呢？又不是猪肾，又不是动物肾，对不对？那是人的肾，谁的肾给掏出来之后，会卖给你呢？对不对？这不是我说，你在网络上看看。就这些天，有些国家说往那个电大园区啊，说开炮，有些在那放火，甚至是有些国家在那去抓他们的首领，是不是啊？但是呢，这只是可能抓的是1/1000的一个部分。炸了一部分，当国际形势压力来的时候，他们就弄一些这个所谓政府出面来毁灭他们的一个动作。但是过后呢，又起来了。这里头有没有什么样的政治大佬在后头支撑，咱就不知道了哈。但是我相信，一般的一个普通的商人没有这么大的权利的。你在哪个国家去集团性骗人都是犯法的。那在这个国家的法律会管他吗？没有管了，对不对？所以在东南亚有几个国家有涉及到这个问题，大家自己上网上看。但是我们今天讲到这些问题，我们说的来信太多，就是很多无辜的众生哈，一不小心自己整个存款、退休金都没有了，到养老费甚至是棺材本都没了，痛不欲生啊！这个诈骗全球的，在美国一天有多少人被诈的倾家荡产呢？都是东南亚做的呀。他通过网络，是吧？所以每一天像全美国的话，一天就弄到倾家荡产的，我相信超过几千个家庭。就加拿大至少也有1000个家庭，每一天呢，就达到这么严重。东南亚更别提了，是太多了。有新加坡法律严吧？在新加坡骗新加坡人，把这个新加坡人给骗的呀，倾家荡产，是吧？是。今天我们就不讲他这个故事了。就是他整个是一个集团性的操作，本身就是新加坡人设的局。对。但是他们工作的地方根本就不在新加坡。如果在新加坡，他敢吗？逮住之后先打鞭子后枪毙，对不对？他就不敢做了嘛。
所以因为不在新加坡，在某些地方，对不对？受到某种势力的这么一种护着他去诈骗啊，对吧？那位女士也是倾家荡产，是还借了钱，而且还不敢报警，不敢报警察。他把你做局做到这个程度，是哪个国家都有这种各种的这种诈骗，符合你这个国家这一群人的某种意念、某种感觉，他就把你摸透了的。对，所以就是对于个人，某些个人哈，有钱的个人，他量身定做了解你之后来诈骗你，再加上 AI 电脑的这种助力哈，那就是弄得真是连真人假人都有。哎，对，所以通常这一个诈骗小团伙，比如说这7个人是一个组哈，他平均像放羊一样，说我每一个当然不到100天，我就开始要他的钱，所以我先用各种方式说要给你恋爱有好感，每天给你送信息，他的工作做的就是这个。所以他这7个人的一个小组的话，他面对的可能就是所谓将要被骗的100户，他就锁定这100户。所以每天都有收割，每天都有铺垫新的这个东西，因为它是集团式的作业啊，这里头扮演成各种角色的什么都有。就10年前我帮着美国的同修破获的，所谓以香港名誉来诈骗的那个，他就是有起了疑心嘛，但是他很会说话，师傅我老公发财了，获奖了，香港一个什么大公司哈，到美国做活动。所以正好他抽到了奖，完了之后有20万奖金，20万美金奖金，但是呢，通过初步电话联系，就是说先要交6500还是8000来的这一个税款，先得付了，连他说那面收款的银行账号和银行操作系统都有，我就看了看，我呢还是比较敏感，就找到了漏洞，我就给他破了这个案。那个时候还和现在比哈，这已经十多年了，所以那个时候和现在不一样，但是一般人也是上当所以那个时候就算获奖了，用这个词，现在已经都是用情感的，又加上 AI 呀，要连做声音呢，所以现在 AI 技术哈能做到，比如说我们随便在这讲话，我们今天讲着聊天，人用 AI 就是讲了另外一套问题。而且那口型都对得上，它是那样的一个最先进的 AI 系统的一种能力比如说我今天想编说一段历史故事，我把这个历史故事来之后，我自己没有讲，把我的照片放进去，或者我这样说话讲了几句话，我的 AI 头像就自动在讲历史。它可以模仿。从正面来说，教学还挺好，对不对？但从诈骗来说的话呢？这你以为是我说的，其实不是我说的。是我给你打电话，你以为是我，不是我。是。所以在台湾就是说，警察局就是说，如果说你们家的孙子儿子给你打电话说，爸爸妈妈赶快给我送钱来，他们绑架了我之类的，说你别相信。所以你看你孩子在不在你旁边呢？对，他都会录了你的声音和头像来给你发这个讯息，都是在骗人。所以台湾用这个 AI 用的更早。把你孩子声音录下来之后，他就可以模仿这个声音来说话，来骗你。现在新型的 AI 系统呢就更厉害，不管谁他都给你服务，所以这个造假骗人特别厉害。所以我们怎么样去预防呢？我觉得第一步先做到的哈，别贪便宜。你贪人家有财有色有力量，对不对？那你就要吃亏了呀。怎么一个那么俊男又那么有钱，非爱上你，不管你长得是不是美还是不美，是不是有年龄，对不对？你怎么这么一个天上掉黄金的事砸在你头上来呢？你一定要去这么想，好吧？没那么多好事。所以别贪便宜。所以我们学佛呢，永远就是究竟自己哈，你有没有起贪心？如果你没有贪心，你不会上当的。你多好与我有什么关系啊？而平时你在网上发东西，不要发你的家庭啊、收入啊和工作中的烦恼啊，别抛太多。当你这么真实，已经暴露了你，就研究心理学的人一看你留的这个留言的这些内容，就知道
你在哪里工作，你的收入情况，你的心情和情绪如何，你的孩子和老公怎么样，就把你已经猜透了。在你出去旅游照片都把这些大黑脸拍出来放那儿，是吧？人来模仿你，找这样的人来攻击你的话，就是一攻击一个准儿。因为你是一个口无遮拦的人的话，就说明你的内心是没有深度的，就很容易被骗啊。还有再就是大龄的剩男剩女，对不对？就是说哇，好不容易来了个天仙，那不抓住的话太可惜了，就抓吧，就一抓又上当了。本来就打光棍是吧？结果钱都没了，很多人钱没了之后说我就想死啊，对，真的很就要寻短见啊，对，这真是个，这别贪便宜，好吧？这学佛的人、学禅的人啊，将这种复杂的事情要把它简单来看待，就一件事，就是有定力，不贪便宜就行了，就可以啊。感恩师父，感恩师父的指导啊！那也是欢迎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如果有真的自己有亲身经历哈，这样受骗的这样的故事呢，也欢迎发给我们哈，发到我们的邮箱驼队这个803@gmail.com。那你的故事呢，很有可能会警醒更多的世人啊，也避免类似的陷阱，也会帮助更多的人。我们也会在未来的直播中可能会用到啊你们发来的精彩的故事。也非常感恩大家。那师父，我们也给这个台湾的莉莉这个师姐，我们给她送一个礼物好吗？好的。好，因为人在台湾呢，我们就给呢特别容易拿的礼物哈。你看，青瓷的茶壶，好漂亮啊，茶碗，针对明年后年哈，多好啊！喝了之后健康又长寿啊！收到啊，幸福又开心呐！收到，感恩师父。好，那今天我们也是分享了好几个特别精彩的被药师佛护佑的这样的神奇的故事哈，师父。那接下来呢，我也是想跟我们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分享一个特大的好消息哦。什么好消息？哎，我要卖关子吗？卖一会儿。就是药师佛赐福了啊！太好了啊！我们的师父呢，也是借助这个药师佛圣诞这么殊胜吉祥的时期哈，要发布一本新书叫做《打开你的心结》。打开所有的心结。这本书的发布呢，将会在11月19号，就是药师佛圣诞之日哈。我们首发呢是会在我们的菩提禅修的学院网站上做这个电子书和有声书的发布，也就是我们随时随地都能聆听和阅读到这一本师父打开所有心结的书。那书籍的实体珍藏版会在今年年底哈，在各禅堂都有机缘和大家结缘。就是它的中文，我们同时这个电子发布呢，中英文同时发布。那实体书呢，在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也会有中英文的版本。对，好期待哦！我都很期待哈。对，我相信这本书会帮助很多很多很多的朋友。那在这里也是借这样一个殊胜的机缘，也想请师父为大家开示啊，这本书适合什么样的读者来阅读聆听呢？就这个书的名字来说哈，已经点透了哈。打开心结哈。其实这个除了生活中必须之外呢哈，所以很多的心中的烦恼啊，人生的种种障碍，都是可以进行究竟的。譬如说我们就隔着一堵墙。墙的那一面在做什么你不知道，如果闻到就是花香香味儿，你有没有想往说看看那墙的那一面是啥呀？但是如果你站在屋顶来往下看的时候呢，说不定你就不想了，也许对方就是骗局，知道吗？也许放这些花香就为了遮掩他在做坏事。所以很多的事情，当我们站在不同的高度不同的角度看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是它的性质就发生了改变。所以我会就是说以我的某种高度和角度
来带领了大家呢，就是学着看事情的时候要退一步。为什么有一句话叫退一步海阔天空呢？不是害怕的退让，而是说，比如说像你们身后有一幅我画的画哈，如果你离着10公分来看它，其实没有什么好看的。如果你现在站在5米开外看它的时候，也许你有新的感悟。但是如果你从楼顶上往下看，你看不见它。所以一个事物哈，一个景象，一个事物，所以站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还有不同的高度和位置，这件事情的性质是完全是不同的。尤其是今天你的所谓的心结、你的痛啊，比如说我小时候师父让我打坐，说我说师父今天我坐多久呀？不多，4个小时。我一听怎么这么苦啊？是我已经身体不好够不容易了，你为什么不体谅我呢？你知道我多不容易吗？你知道我容易得病吗？你知道我做的2个小时的时候，我都颤抖的，我都快死了，你就不知道吗？我昨天做的时候，我就想着我一生我再也不坐禅了。是今天你又让我做4个小时，我当时就很抱怨。我就问师父，那个腿好，先坐吧。师父走了，我也不能偷懒啊，这都不理解人啊。这现在回头看说，我太幼稚了，我应该主动去接受，是吧？我说最后很多天之后，我和师父吃饭，师父说怎么样？做的时候感觉还好吗？我说这一段时间不太好比如说师父就问我说，坐禅我觉得是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比得病还痛苦师父是吃饭再隔了1个月之后，师父又问我最近怎么样我说师父我觉得坐禅挺幸福的。好，一下又过了1年以后，有一次师父问我最近感觉怎么样，总结一下说，师父别赶我走，我想坐禅。我觉得人世间最美好的事情在这里。师父说哎呀，你还得好好修呀，你贪了。我说我不贪怎么练呢？说那就是俗人，既不贪禅的苦，也不贪禅的好，而自动的练，那才叫自在。我说晕了，师父我快听不懂了，我还晕了所以当同样这件事情在每一个时期、每个角度、每个高度，他今天我回头看的时候，哎呀，那个时候太幸福了，太幸福了，就是回头看就是这种感觉。你呢？大家呢？是吧？你小时候面临着，比如说妈妈让你去练舞蹈一定有原因的呀。有的时候是你的肢体不太好用，妈妈为了说别让你丢人，将来找不上对象，找不上工作，对不对？到舞蹈老师那里来校正你的用力腿腿的直立性因为很多孩子生出来那个腿就是个 O 型有 O 型腿吧？说这个腿像会唱歌一样这圆的，是不是那是不是视觉上难看呢？我说不定练练就能好了，至少妈妈让你练是有这个原因，对不对？将来说不定你就得到好训练之后，说不定你的腿得到一定的校正。妈妈让你去学习讲演，你不知道为啥吗？你不知道你到了15岁都咬字不清楚吗？回头看这是好事吧？但是当时呢，你被妈妈天天逼着去，老师遇上脾气也不好总骂你，对不对？但是因为妈妈逼着你去，老师总骂你，还差点揍你，而你不好好练，对不对？老师都火了，那你说这老师好不好好老师尽心尽责，对不对？所以今天你成为了演说家呀。所以我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我觉得我没发现他别的本事，他就是能说，除了长得比较帅之外，第二个就是能说。他说不定脑子里就是空的，但是就是能说呀，
是不是大家觉得挺喜欢他的，对不对？所以你看，你能说都是个职业，这个职业还不简单，成总统，对不对？你修车，天天修多少车也当不了总统啊！你只要会说话，能当总统。所以你妈让你练说话，不是坏事吧？所以同样这件事情，就是当换了时间、空间，换了角度、方向，比如你妈认为是我在爱你，但你自己说，哎，我妈在折磨我。是不是老师要揍你说我怎么这么教你，你就不理解呢？对不对？所以每个人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每个身份角度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性质完全不同，对吧？你认为好，那个人就觉得不好，那个人觉得是受伤害。就同样一件好事，不同的人都有了不同的感受啊。这是不是提供了一个对所有让你觉得好事和坏事发生的时候一种新的思考呀？是吧？所以你富贵的时候不要太张狂和奢侈，对不对？贫穷的时候你不要去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儿，是不是又偷围墙做一些不光彩的事情，对不对？你看在美国选举的时候，那记得那个当时那个美国那个男的演员很帅的，那肌肉很发达，那个叫阿诺是吧？去参加竞选的时候，说年轻的时候跳什么那些有点年轻人不懂事那种舞，对不对？艳舞之类的都给他挖出来。那时候他后悔的呀，他都想自己爆炸了算了，对不对？死的心都有啊，就人挖年轻的时候干的这些蠢事儿，对不对？哎，所以这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当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场合，它的意义完全不同。所以我就提醒的朋友们呢，就是当看待一个事物的时候哈，一定要学会对它不要轻易的下定论啊，一定要能看到一件事物的两面性或者三面性或多面性。还有针对当这个烦恼对你来的时候，对你眼前和未来是好还是不好，要学会真正的分析，你才会学会有了这个叫做思考这件事物的这样的一种意识。如果已经感受苦的人，可能经过你的思考之后，哪怕是丧父之痛，而并不觉得这就是生命之神对我的一种报复，对我的一种打击。所以呢，正是对你这种历练，对不对？所以你的父母亲、你的哥哥姐姐把你所有的事情，你该学习、该做的都替你做了之后，你呢，就成了废人，啥都不会做嘛，对不对？所以在其实很多有智慧的人，就是说，你养孩子的时候，能让孩子多身体力行的多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得到一个历练，哪怕孩子觉得是累的、是苦的，或者得到委屈的，这种历练对孩子他的未来都是宝。但对眼前你的孩子也不懂事，要给你撒气呀，是吧？赌气的时候，你就觉得还像孩子说的，你是在折磨我吗？我的爸爸妈妈，对不对？所以学会让大家重新看事情。所以这本书呢，也有我自己的在修行学佛中的那种各个阶段的心路历程啊，还看事情的这个高度角度啊，还有我自己的故事啊。所以呢，大概就是这么一本书啊。希望给大家能够提供一些新的思路、新的思考啊，或者提升一点看事情的高度。太感恩师父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我们时不时的就会烦恼升起啊，还有很多人心中有很多放不下的事、放不下的人，甚至这些心结时间久了就会生病。心结都会变成病的。对。很多尤其是恶性病，就是来自于内心的情绪或意识。对。所以真的很期待哈，看到师父的这本书啊，让我们能够活得更自在啊，更幸福。相信很多人都会受益。那还有呢，我们说，像药师佛哈，就是很关心我们这个人类的正常的生活状态啊，除了有各种的健康啊，有富足的人生哈，所以也为了满足大家这样一个基本需求呢，就是我们崇拜的黄财神哈，所以我把这个非常精致的黄财神像呢，
也放到这部书中。好啊。如果你每天呢按照这个黄财神的咒语诵念108遍的话呢，这样这个财富呢就越来越向你靠拢。对，并且这部书呢能帮着你呢提升你的能量和智慧。我希望呢这部书给你带来的这种智慧，让一切邪气都不会靠近你，让一些吉祥的这个能量都能够护住你整个的生命。所以这部书不要锁在家里，只能背在包里。我们要随身携带。对，随身携带。然后它的电子版我们就放在手机里，经常听。是太感恩师父了，给我们这么吉祥的药师佛圣诞的礼物。感恩师父。对，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生活。收到，感恩师父。那也提醒各位网友们，现在是我们最吉祥殊胜的药师季，就药师佛圣诞快到了，然后这个时节呢，也是就是供灯供佛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在这个时候供养药师佛，佛前供灯能帮助我们消灾延寿，圆满我们心中所愿。那也非常感恩师父在菩提禅修学院这边给我们开启了做功德的这个殊胜的一个机会和平台。那我们现在到学院网站上药师佛圣诞供灯这边为在世者祈福，有2种灯的选项，就是18块钱的药师佛结缘祈福灯，还有58块钱这个7天的药师佛爱我祈福灯。那当然就是药师佛不仅护佑在世者，也会能够护佑往生者，所以这个时节呢，为我们往生亲人还有自己冤亲债主也可以做这份功德。祈请药师佛慈悲加持，接引往生者去往东方琉璃世界。那各位网友们也能按照自己的需求和发心去供相应的灯数。有大心愿者呢，可以供49盏灯，就是药师经里说我们供49盏佛前供49盏灯，能够圆满一个大心愿。那现在呢就能尽早到学院网站上去供灯。那现在报名，现在就开始为您供灯。那供灯的项目呢会到11月19号报名截止网友们要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也非常感恩师父。感恩师父。那也再次提醒网友我们这个药师季的这个服装大放送大优惠的期呢是到12月25号，所以网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到我们的慈悲音网站还有菩提学院网上去选择你心仪的蓝色的、红色的菩提的衣服带着这份吉祥度过生活的每一天。好，那我今天也想给网友们带来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 YouTube 上有一个新功能的开启现在我们国际上的网友也越来越多，所以我们 YouTube 的视频呢也新开启了这个多音轨功能。那多音轨是什么呢？就是像现在我们直播都在说中文嘛，那我们有一些网友他是比较习惯听英文的，或者是西方的网友只听得懂英文，那他以后在我们直播视频里呢就能选择英文配音来学习，这样子更方便就是讲英文的网友们来学习师父的开示。就是可以直接听到的就是英文，不是听到的是中文的声音，是吗？对，我们现在给网友们做个演示怎么开启这个多音轨功能就我们到我们的那个YouTube 上的视频，那如果你是用电脑操作的话呢我们先要找这个设定这个按钮，它是个齿轮的按钮。如果电脑上操作呢，它就是在视频的右下角如果你是在手机上操作呢，这个齿轮按钮就会在视频的右上角。反正就是找这个齿轮那你点击这个齿轮了之后呢你就能找到这个音轨的这个选项。那它就是现在是设定是中文音轨我们听一个 sample 来，我们播放这个。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好，我们听一下。那这个就是正常中文版那我们现在呢，如果点击这个齿轮，点击音轨换成英文，来，我们再来听听。7th lunar month. This is the time when Earth Store Bodhisattva
compassionately opens the gates of hell. 好，我们先暂停。你看，我们现在就能在同一个视频里，就是选择我们熟悉听的音轨啊，对，就不用再说去换去英文频道啊，或换去别的就是英文视频啊来去听，这样子更方便。我替网友问个问题哈，好，比如说这网友是日本人或者是泰国人哈，他在这里能选到他们的这些语言吗？就是未来我们也会开启更多那个音轨的选项，就是目前只有英文的那个音轨，但是呢，我们有多语言的字幕我们再给网友演示怎么选择字幕哈。我们回到那个对这一边，一样是齿轮设定这一边然后我们点击字幕我们就能选择比方说日语好，那我们播放的时候呢，依然听到师父讲的是中文，但是下面有日语的那个字幕，这样子也方便日语的学员去学习。很好哈。对 ，YouTube 功能越来越多，越来越完善了不错不错。是，那我们的视频因为这个是个新功能刚开启嘛，然后我们也在陆续完善，就是我们这些视频的那个英文音轨，那最新的直播都会及时的去更新，那对网友们可以广而告知你们身边讲英文的朋友们，很好很好哈。好，那我也提醒呢我们的网友哈。有些还不知道，前2天我们在那个 X 频道，也是现场计时的中午时间哈，是，就台湾时间中午时间和当时能够登上网来的一些网友聊天哈。那天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上去听哈。那个网址看一下哈。对，就是我们在 X 上搜寻金 Body Master 这个是师父的头像，然后师父的官方的这个正式平台旁边有这个蓝色的勾勾。欢迎网友们也到我们的 X 频道上去追踪师父。那我们偶尔呢，就是师父觉得有缘，就会在 X 频道上开启我们这个聊天直播。那非常幸运的网友们，现场就能连线 call in 直接向师父询问您的问题就是有这份那么殊胜的幸运的机会，能够得到师父亲自的指导。那个上头通常都是很即兴的，是很即兴的说那天中午我觉得有点忧郁哈，上去和网友聊个天吧，结果就有4位网友聊了哈，还挺有意思的哈，是大家听一听，尤其是第4个哈。好，我非常感谢哈，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来支持我进行国际网络的弘法哈。去赞助，尤其是在我们各个网站的请购法务点灯或者是去这个语书房赞助哈，都是非常的重要，对我能够将佛法、将禅修传向世界来说，给我给了非常大的支持和动力哈。所以再一次祝福呢，给这个语书房赞助的朋友们呢，祝你们身体健康，事业兴旺，阖家幸福，子孙贤孝，万事如意，长命百岁。感谢感谢。感恩师父。那也预告一下我们下期的直播时间。台北时间11月9日，晚上6点钟。那温哥华时间是11月9日凌晨2点钟。感恩师父。好，那我们今天内容就差不多了哈。非常感恩大家的支持哈。祝大家健康长寿，事事如意，逢凶化吉，身体健康，全家快乐。我们下次直播再见。
久，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忧忧无虑。因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恐惧。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